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就是竞选盟再次号召人民上街头，他们要争取的是100%的改革。那其实竞选盟在2月27号当天呢，其实就再次的号召人民上街头啊。那他们这一次的一个上街头的主题呢，就是争取100%的改革。当天大约有100人来出席啊。那么从吉隆坡的国家纪念碑广场步行到国会大厦，那么其实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呢，其实他们主要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那它代表的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媒体也有报道说呢，当天有6名的国会议员呢是接领了备忘录。那么在28号的时候呢，安华也与竞选盟的代表来碰面。那竞选盟就透露说，安华原则上是同意一些改革的，但是至于是哪一方面的改革，又很像没有说明清楚啊。这就意味着一个怎么样子的意思呢？那竞选盟的署理主席黄燕歌也发表文告表示说，虽然安华已经承诺改革，但竞选盟不会因此而松懈，反而会继续的施压以及监督政府的进度哦。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竞选盟的署理主席黄燕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他们再次的带民众上街头，其实主要的诉求又有哪一些？那他觉得其实未来他们还会朝着哪一些的方向来努力呢？我们先来欢迎燕哥。Hello，大家好，谢谢能杰再次邀请我上来这个节目，然后去谈竞选们的一些方向跟斗争。好，那其实燕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选举已经结束了哦，我们应该就是再给这个执政党多一点的时间，让他们去发挥、去表现啊。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又再次号召人们来上街头？然后当天的主题是100%的改革。其实你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上街头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政府去落实100%的改革嘛。那其实基本上安华做了政府大概1年2年了嘛，然后但具体在改革的议程上面，我们个人认为是还不够足够的。然后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特别你根据民主的观察的话，每个国家当他们要落实改革的时候，都是在前面上任3把火嘛，就是你会在前面的那一段期间去做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你失去了那段时候，你要在最后选举前的1-2年才开始做这些改革的话，基本上可能它的反弹会更大。所以它做任何改革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是最适合让政府去做改革的时间。而虽然说改革是需要时间的，但有一些改革是可以马上就落实的，我可以一一去解释了。但政府至少要彰显他的决心跟他的斗志了。然后，嗯。但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说，这个政府或者是安华自己本身，可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具体的时间轴啊，还是一些计划啊，都没有告知人民，或是没有跟公民社会有太大的接轨等等，所以才至于我们才决定说，可能再次号召去办一个集会，这样子去推动要求施压政府去推动改革。那燕哥其实，我其实也蛮认同你们的理念。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的愿意说跟着你们一起来监督政府啊。那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改革可能还没有做到位，大家也可能也比较着急一些啊，所以也希望说可以跟着你们的脚步。但是这个游行的这个时间呢，选择在上班日的早上8点半的这个时间啊，而不是周末。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就会令很多的人觉得说，哎，我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可能要准备去上班。对，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给予澄清跟解释了。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星期二去呈交备忘录？因为刚好那一天我们去的那个集会那一天是国会第一天辩论最高元首遇词。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呈交这个备忘录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改革的议程写在备忘录里面，然后交给国会议员，让他们进去国会里面辩论这些东西。因为其实辩论最高元首预词是有很大的空间让你去发挥的，就是你除了辩论一些最高元首所给予的那个政策的方向之外，你可以去把一些
可能选区里面的议题啊，或者是整个国家里面必须要关注哪一些课题的东西带进去国会里面辩论。所以我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说，要在国会的时候的开始的第一天，因为第一天你最高元首致辞的话，你去那边也没有什么意思嘛，因为他只是致辞而已，然后没有人辩论，所以我们就是要特别选在第二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第一天辩论。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行动有一些误会，是因为大家对竞选们的具体既定的印象就是认为说它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啊，它是那种就是万人集会，然后是不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那种感觉嘛，就是甚至有可能水炮车或者是吃催泪弹这样的情况会出现。但实际上，我觉得在2016年之后，其实或者是2018年之后跟改朝换代之后，我们基本上其实竞选本都没有号召过人家去上街。那这一次我们是想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公开的行动，让人民去知道，就不应该是停留在就是政治精英或者是你们公民社会精英自己本身在和政府做交流的时候停留在那个阶段而已，然后不去让民众去参与。以前的成交备忘录也是基本上也没有公开的，我们都是自己内部动员去成交这个备忘录，所以它的人数可能也只有30个到50个左右了。然后，但我觉得这一次获得比较大的关注点，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提前宣布，提前也不是很早啊，我们也是在星期六才宣布，星期二就要去国会嘛。那为什么我们决定公开宣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竞选盟还是勿忘初衷的，我们的立场还是一直以来都是超越党派，我们还是谁做政府，我们就会给予他监督，然后甚至是施压他去做我们要求的改革。然后加上那时候警察，因为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情，然后警察又大动作啊，讲说，哎，这个是非法集会，要求大家不要去出席，所以他也获得到媒体的关注等等。当然我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也会批评，哎，为什么你要在星期二做啊？然后为什么你不要提前公布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们都会纳入了。当然，我也会澄清，就是说我们当时候为什么会决定在星期二做工作日做。为什么不会提早宣布，也就是有这样的脉络跟背景。最后无论如何，我是想说的是，这一次只是第一场公开的活动而已，我们还有陆陆续续会继续去准备不同的运动的模式，然后去确保说政府会聆听人民的心声啊，就这样子。了解。那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改革呢，其实有一些是需要时间的，但有一些改革呢，它是可以马上去完成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举1-2个例子？你觉得说到底有哪些改革是应该要早就做的，但到目前为止迟迟还没有去做的呢？比较具体的东西，就是你去解密一些文件，就是以前在西蒙时期，他们有成立了一个叫选举改革委员会，去探讨有没有什么选举里面制度有什么缺陷，然后会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改革。但这个报告里面其实是在官方机密法令里面 （Official Secret Act） 里面下保护的，所以基本上你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里面的信息跟内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也不需要你花很大的时间，你只是要给一个行政命令，就讲解密它就 OK 了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政府这样子处理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的那个态度，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去解决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比如说政府不应该去要求那个警察去宣布他是非法集会啊等等这些，然后真的是在集会之后就惯例的就要求集会者或者是主办方去录取口供。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明天我就要去警局去录取口供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首先，OK，警察都有在那边去观察整个情况，集会的情况，也没有暴力的冲突发生，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开案调查了嘛。所以这个东西是，你只要下一个行政命令，你就可以要求警方尊重集会自由，尊重办集会的那个是一个民主的手段之一了。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做的，但是政府就没有去做嘛，然后警方就扮演这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就是虽然我不会当场逮捕你，但是我会之后传召你去问话，我认为是非常浪费时间跟浪费精力的了。
对而且这个对于未来的如果有人想要进行这些结社或者是集会的话，它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会想到说我对。后面还要再去警局，然后去回话，然后去录口供的话，可能就很多人想要做社会运动的人，他就会打退堂鼓了。大家都各自表态了。OK，因为上诉庭刚好有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讲说，人民在办集会的时候是不需要给警察任何一个通知，因为有一些是非常发生非常 spontaneously 的嘛，就是你必须要马上办这个集会，比如声援集会等等，而警察要知道他们的义务本来就是要去就是维持秩序啊，然后要去保护人民的安全。这个东西就是本来是警察的义务，你不需要额外去通知他，他才需要去履行这个义务。但还有另外一个案件是这个上诉庭有讲说是必须要给这个notice 了，which 嗯。但无论如何，他还没有上到那个联邦法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去想办法，就让政府应该要去，要么就是修改这个法令，要么就是我们要带上去联邦法院去挑战，让法庭去宣判，人嗯。民是有这个结社自由跟集会自由的，对。这些都是人民想要去看到的一些的改革啊。那我相信，其实在，虽然你们也被这个警方去传召，但是呢，安华也跟你们见面了啊。然后嗯。其实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很像在玩两面手法的感觉？一方面呢是来安抚你们啊，另外一方面，警察又去找你们，警方又找你们去录口供啊。那其实我也很想要问，就是说，当你们在见到安华的时候，第一会不会有这种在玩两面手法的这种感觉？第二就是说，他其实有没有很具体的、实际的去答应你们说，接下来会进行什么样子的改革呢？我觉得安华他自己本身应该是在政治里面也是混了很久嘛，所以他懂得这一些公关的手段，应该要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他做的很不错，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新领导上任之后，我们就有发信给首相，就是要求他安排一个会议，去和这一个竞选盟的领导去讨论一些改革的议程。但到了当天其实还没有人决定，可是我们举办了这一个成交备忘录之后，他的那个秘书处也过后有确定他的时间啦。当然，我们也知道首相贵人事忙嘛，就是他很难安排到的时间，但他也有在隔一天就马上就是找一个应该是午餐时间那个时段，就是跟我们见面这样子。我们是有把一些议程带过去了，然后我们的诉求有蛮多，我就大概解释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改革。选举委员会主席还有他成员的委任的制度，因为现在是首相直接委任的，那我们认为应该做到的就是透过那个国会，让国会去辩论，然后去提成，要确保整个委任的那个过程是非常公开透明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总检察长分权，就是我们的总检察长，还有就是检控官应该要分开起来，否则就会发生就是像 Zahid DNA 的案件，或者是一开始以前更早之前就是纳吉涉贪在 1MDB 的案件的时候，当检察官或者总检察长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马上就被撤换，因为他的那个关系是不对等了嘛，而且总检察长被委任就是成为政府的那个法律顾问，然后但同时我又要对政府采取行动，就好像很奇怪，所以他必须要分开，这个是我们讲要做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恢复国会服务法令啊，然后选区拨款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讲说很难做到，改革需要时间，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已经是有在那边了，有 draft 在那边，有那个法案在那边了，就包括这个总检察长分权这个事情，或者是国会服务法令这个事情，国会服务法令是马哈迪废除的嘛？那废除之前，我们本来就有法令嘛，不是讲从零开始的嘛，对不对？我们最多只是要加强这个法令而已啊。然后还有就是政治献金法这个事情，也是有在讨论，也有那个法案在那边了的。然后还有就是选举罪行法令，就是我们有 Election of Offences Act 这个事情也应该要带进去讨论。那在会议当中，我觉得安华他自己本身有给我们一些所谓的原则上的承诺，有讲几个东西是可以在他任期内做到的，就包括他想要在任期内推动那个政治献金法，然后还有就是去修订这个选举罪行法令，然后还有这个分权的事情，总检察分权这个事情，他是讲说会想要在
这段时间去做。然后国会服务法令，他讲他内部有遇到一些的pushback，可能不是在政党里面，也不是在反对党那一边，而是可能国会里面的那些职员。就现在就是国会里面的那个职员都是公务员。如果我们要国会服务法令的话，就是他就是要独立于现在的行政权嘛，所以他很快就会达到他的天花板。就是他不能做那个可能是 Director General，就是 DG，就是做那个秘书长啊等等这些，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很快就 reach 到天花板，所以你要想办法这样安抚他们，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机制是可以让他们跳过去行政权那一边去升职的这个是还在进行当中了，which 我觉得合理，但那些选区划分啊、重划啊。还有那些委任解密这个东西，他就没有给一些具体的时间了。他讲他觉得应该做，但是他讲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是王室啊等等这些。但无论如何总结来说，我是认为，即便是安华也好，任何一个首相也好，他们都是始终还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作为人民的，应该是时时刻刻保持着那种质疑的态度跟批判的态度了，就是你不能全信他所说的东西，但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就拿进来，然后继续监督。所以看起来呢，竞选盟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努力，然后不管是透过任何一种的方式，包括了可能你们未来也不排除再把人民就带回到街头进行可能大大小小的一些的抗争嘛，对不对？那对，你觉得其实因为现在包括了像是Zahid 的案子、DNA 的案子之后，还有这个我们看到了前首相纳吉的这个特赦，他的刑期被减半等等这些的事情，你觉得他其实是目前在你感受到的社会当中的这个氛围，大家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是像过去那样子的愤怒吗？还是说这个怨气是有一点点在积累？还是你觉得说，哎，其实安华在跟你们碰面之后，你有看到一线曙光？OK，安华他当然是讲说他没有干预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也是讲说他也会交给那个 AG 去处理啊，可能扎西可能分分钟会被上诉成功啊等等这些啦。他有讲说，这一些东西是他不会去干预的啦。然后当然那个拿去获刑的这个事情，他的辩解是可能就是皇室那一边是有一定的参与啦，所以他也做不了很多东西等等这些。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在他见我们之前，我相信他的团队已经是制定好见什么人的时候应该讲什么话了。就是他可能对我们说是这样子讲的，可能对于梧桐的支持者或者是纳吉的支持者，他就讲另一套话。但我认为，为什么我们还是应该要继续去关注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啊，你很意外的是，到现在西蒙的议员其实很少是。应该是极少数用5只手指是数得完，是有去发表，特别是针对纳吉获得减刑这个案件去发表意见的。然后，如果你去比较啦，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中文圈子，也有在英文圈子里面参与，所以英文圈子基本上大家都是很反感的对于这个事情。但中文圈子的话，可能你会看到就是一些普罗大众他们是认为说，这个是必须要妥协咯，毕竟你是做政府嘛，你又不是拿到多数的。票数，你政府随时会倒，这样你要和梧桐继续做政府的话，这样你有些东西必须要妥协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这种心态是必须要被纠正了。我是希望说，大家必须要想象，你可以说理想主义好等等，但我认为政治是一种事业嘛，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一种态度，一种原则，你不可以一直去妥协，一直去为了这个。维持政权，然后你讲说我要妥协很多东西，但你要妥协到几时？然后我觉得是我们选民有这样子的心态，政客就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反正他认为，哎，选民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东西，这样我接下来就不断妥协。我们不要忘记说，Najib 还有几个案件在身哦，他还有 1MDB 那个贪污的事情，比他坐监牢的那个案件更大哦，就是 SRC 那个案件只是贪可能几千万。当然，那个是上亿哦，在 1MDB 的事件，然后还有 SRC 案件还没有完另外一个 SRC 案件等等，所以我是想，这就是我们的差别了。比如说，我想要鼓励大家是要多发声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到纳吉的那个支持者他们是非常积极去发声，他们积极去行动，甚至是
有去成交备忘录给王公啊，讲说我们希望你会特赦纳吉啊等等这些。反观当时候我们竞选盟在4、5的时候上街的那些民众要求逮捕纳吉的这些民众，反而守株待兔这样子，就是我们就不去做更多直接的行动，可能我们会批判一点点，我们会讲一些，但行动来说是比较少。然后这就回到为什么其实今天即便这个政府是大家所选出来的，为什么还是要保持着批判态度等等这些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不是5年一次的选举，我们是5年一次选举之后，那5年的那个空窗期，难道我们就进不出声吗？如果政府变坏了，我们就不可以发声吗？我觉得这个是选民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委任他去做政治人物，或者是去做议员，是他为我们服务。我们的那个心态是我们永远是老板，知道吗？如果你的员工做不好的话，你就要去批判他，要求他变得更好。你不可能等到选举的时候，他才给很多一大堆借口，我们就要被情绪勒索就完全接受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在民主制度里面，人民是要时时刻刻表态的，否则他会越走越远渐行渐远然后不完成他们的改革承诺。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不要忘记现在马来西亚社会是处于，特别是在舆论里面是处于倾向反动保守派的这一方面的。然后如果你想象看，如果说在这个舆论里面，它是一个我们讲说一个拔河比赛了，如果说就是看谁的声量比较大，然后政府自然而然会倾向那一个地方了嘛。如果说我们只是让那个反动保守派一直是占据着这个空间的话，很遗憾的，整个舆论或者是整个政府的导向会是倾向这个反动保守派，然后是往他的方向去制定政策等等的。所以你们看，现在政府自己本身也要提成 RUU 355which 这个东西以前西蒙政府一开始就反对到底了。当然，我们具体RUU 355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了，他没有给我们民众知道，也没有公民社会 consult 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去去监督的。我总结啦，就是讲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常的去表态，然后反而就让反动保守派去占据这个空间的话，我们随时会输掉这一场比赛了。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去发声，然后把政府还有反对党拉回去中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不会接触政府而已，我们还会接触反对党议员，要求他们去辩论这些课题改革的议程。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不了解这种改革的议程的话，分分钟他们会炒作的议题就是种族宗教课题是不是？对，就是为什么公民社会非常重要原因了，我们必须要成为中间的力量。对，是成为中间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最近有听到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因为马来西亚在经历了就是长时间的政治动乱之后呢，其实我们要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跟政府沟通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的，我们要有一群人是用温和的方式，也要有一些人呢，他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来沟通，我觉得他是可以同时并存的那最后其实燕科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民众想要来支持竞选盟接下来的这些的运动的话，可以怎么样子来支持你们，或者是可以如何来参与进来呢？最简单的方式，可能像以前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售卖那些 T-shirt 等等这些，因为以前我们筹款的方式就是售卖 T-shirt，然后做晚宴，然后让民众一起去参与。但这个我们接下来会陆陆续续去准备这个事情，因为要做一场人民的运动你是需要很多经费的，所以如果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我觉得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我们也是在筹划着，我们要做一个人民的议会，就是一个 Congress 这样子，就是除了是NGO 可以去参与，然后 present 他们的那些议程改革的议程，就比如说，因为我们BERSI 里面我们有大概62个 endorsing NGO， 就是联署团体，所以每个联署团体都有不同的议程，有些人是专注在人权，有一些专注在女性性别议题等等，公民权也有，所以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辩论一些东西，但可能也是要 focus 在选举跟体制改革这一块东西，我们也会讨论我个人本身是希望把它公开给人民都可以参与，就是无论你是不是来自 NGO 只要你是对于这政治非常关心的人，都可以过来参与这一场议会，就是人民的议会 People Congress 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促成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监督看
做筹募晚宴也好啊，等等这些。当然有必要上街要做一个 birthday six 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会排除去做啦。然后希望是给政府知道说人民对于改革的愿景永远都不变啊，嗯。就这样。嗯哼。好，今天非常谢谢竞选盟的署理主席黄彦哥来到自由时事当中，谢谢你。好，谢谢能杰。正在收看的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财经所有精彩的影片。我们下次见。